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还有欢迎 Instagram 上面的朋友。那么今天是2024年的9月3号，今天是星期二，我们来学习。今天是说故事时间，老师今天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哦，来跟大家分享，希望你们喜欢。不过这一则故事不是中国的故事，这一则故事是古希腊罗马的故事。老师很喜欢这个故事哦，因为它非常非常的有趣。好，欢迎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说故事吧。今天呢，老师要说的故事是水仙花的故事。你们有没有看过水仙花？水仙花的花小小的，很可爱，也很漂亮。有的人喜欢这一种小小的花啊，水仙花。那水仙花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哦。那对希腊罗马的故事，古代希腊罗马的故事哦。好，那么今天的故事会告诉你们水仙花是怎么来的啊。好，那么我们来开始看这个故事。好，纳西瑟斯是河神与水神的儿子。好，纳西瑟斯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好欢迎大家啊。河神在古时候的传说，河流也会有神哦，水也会有神。中国的神话也有河神跟水神。河神跟水神结婚之后，生下了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纳西瑟斯啊。好，那么纳西瑟斯出生后，河神向预言家询问了自己儿子的命运。好，有一个预言家，他非常厉害，他可以预测未来，所以河神向他询问了自己的儿子，他的命运，未来的命运会怎么样呢？那我们都知道河神的儿子是谁，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纳西瑟斯哦。那各位同学可以想一想，预言家说了什么哦？好，纳西瑟斯不是神，虽然他是神结婚生下的儿子，但是他不是神啊。好，我们有时候会叫这种叫半神啊，半神写错了，半神。有的人是一半神一半人哦，所以我们会叫他半神。我觉得纳西瑟斯应该不算是神，因为他没有法力啊，他没有法力啊。好，那么预言家说什么呢？预言家说，纳西瑟斯只要不看到自己的脸，他就能够长寿。好，预言家说，我们今天的主角纳西瑟斯只要不看到他自己的脸，他就可以长寿。什么叫长寿？就是寿命很长，可以活得很久。所以只要纳西瑟斯不要看到他自己，他就可以活得很久，寿命可以很长，长寿。我们都希望长寿，对不对？我们希望能活到80几岁、90几岁，我们都希望长寿。长寿就是活得很久，寿命很长啊。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虽然纳西瑟斯长大后成为全希腊最俊美的男子，但他却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好，纳西瑟斯长大之后，他很帅，他很英俊，而且他是全希腊 Greece 全希腊最帅的男子，最俊美。俊美就是很帅，而且也很漂亮。为什么我们说男生很漂亮？就是他就像女生一样，长得很精致，也很美，但是也很帅。现在有很多韩国的欧巴，其实就是俊美。他很帅，而且也很美。他有一种中性美有一种阴柔的美，所以他很英俊，也很美。我们中文可以说俊美，就是很英俊，
但是比较中性一点的男子。但是呢，纳西瑟斯从来没有看过自己的长相，所以他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他从来没有看过自己的长相好，我们再往后看。纳西瑟斯实在太帅了，他英俊的外貌，好，外貌就是外表，他的长相纳西瑟斯英俊的外貌让全希腊的女性为之疯狂。好，那因为纳西瑟斯实在太帅了，全希腊的女人都爱上他了，为之疯狂。这个之就是那个人，那我们这个人讲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纳西瑟斯。所有的女人女性都为之为之就是为纳西瑟斯而疯狂。你为什么会疯狂？因为你太爱他了，所有的女人都很爱他，所以为之疯狂好，为之疯狂就是看到他就喜欢，爱上他了，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爱，他们都爱上了这个帅又美的男子好，但是呢，纳西瑟斯拒绝了所有前来求爱的女人。好，为什么纳西瑟斯会拒绝所有前来求爱的女人呢？可能觉得自己现在还不想谈恋爱，或者是他现在觉得我很忙，我没有时间谈恋爱，所以他拒绝了 reject 拒绝了，不接受其他女人的爱，他不愿意跟女人谈恋爱。前来就是过来，求爱就是拜托你跟我交往吧，我想成为你的女朋友。这些女人向纳西瑟斯求爱，但是呢都被他拒绝了，他不愿意跟女人谈恋爱。我觉得可能他很忙，或者是他现在觉得他还不想谈恋爱，他想自由，他不想谈恋爱对，前来就是过来过来。好，为之疯狂看到他就爱上他了，为他而疯狂。这个之就是那个人就是他，我们今天的主角。好，后来连仙女厄科，好，厄科是一个仙女的名字那这个仙女呢她是有法术的，所以叫仙女，对不对仙女厄科也爱上了纳西瑟斯。为什么？因为纳西瑟斯实在太帅了。但是纳西瑟斯却不爱厄科，他同样 likewise 他同样拒绝了厄科，他拒绝了厄科的求爱。他觉得我现在还不想谈恋爱，所以我拒绝你，我不要跟你在一起，我也不要当你的男朋友。他同样拒绝了厄科像我一样不想谈恋爱好，但是厄科想说，我是仙女，我长得这么漂亮，为什么你不爱我？为什么你不接受我的求爱呢？厄科很伤心，他的心都碎了，导致 lead to cause 导致就是让一件事情发生，因为上面这个行为导致了后面的结果，所以纳西瑟斯的拒绝导致了厄科这位仙女厄科她的心都碎了，伤心而死，因为她得不到我们主角的爱，她太伤心了，她每天都哭，伤心而死。好，太难过了，对不对？好可怜，得不到纳西瑟斯的爱，她伤心过度死了好，对，很夸张，对不对？对，导致是让一件事情，让一个结果发生但是呢，因为厄科她是仙女，她有很多仙女的朋友，其他的仙女听到了厄科的死亡的消息后，他们很伤心，也很生气。他们决定要惩罚纳西瑟斯，你怎么可以害死我们的好朋友厄科呢？好，所以其他的仙女听到厄科死后，既伤心又生气，
both adjective and adjective， 既我们加形容词，又后面再加一个形容词哦。both sad and upset， 好，既伤心又生气。我的好朋友厄科死了，都是纳西瑟斯的错。所以其他的仙女决定要惩罚纳西瑟斯。那他们要怎么惩罚他呢？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哦。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为爱而死，我觉得有这样的人，只不过比较少。有的人比较专情，他一生只爱一个人，他愿意为爱付出一切。好 ，OK， 这些仙女要惩罚纳西瑟斯，所以这些仙女变出了，她们有法术，仙女是有法术的，所以其他的仙女变出了一面湖水，她们变出了一面湖 a lake。 好，为什么？我们看看纳西瑟斯赶路回家时，哎呀，他突然觉得口渴好，突然 suddenly， 纳西瑟斯赶路回家，他口好渴他想喝水就像理查老师现在也想喝水一样。等我一下。好，纳西瑟斯突然觉得口渴，他想要喝水。他发现了身边有一面湖水。好巧，原来这个湖水是仙女变出来的。所以纳西瑟斯呢就到湖边喝水。我们古时候的人是没有饮水机的，他们也没有带水壶，所以古时候的人是怎么喝水？他们用手把水举起来。举，我们中文用举这个字比较难这个举就是像老师现在这个动作如果你的身边没有杯子，也没有容器装水，那你口渴的时候要怎么喝水？像古时候的人都是这样喝，把水这样举起来，然后去喝水，所以这个动作叫举。所以呢，纳西瑟斯把水举起来喝水，喝水这个动作叫举，把水举起来这个字比较难，不能用碰碰是这样碰，不是这个动作。举这个字不是举举是这样举举就像老师现在这样，这边有一面湖水，老师把湖水举起来喝举是这个动作好 OK， 好，就到湖边喝水好，纳西瑟斯在湖面上看到了自己的倒影，竟然爱上了自己。因为纳西瑟斯实在太帅了，他看到湖面的倒影，倒影就是在水上面自己的样子，自己的影子，自己的样子在湖面上会出现，对不对？这个叫做倒影我们如果到河边或到湖边，我们都可以在水上看到自己的倒影竟然爱上了自己，无法离开，憔悴而死。哇，竟然有人可以爱上自己耶，可见纳西瑟斯有多帅好，所以纳西瑟斯呢在湖面上举水喝水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在湖面上的倒影，他觉得哇，哪里来的这么帅的人？因此他爱上了自己，爱上了湖面上的倒影。其实那个倒影就是他自己，无法离开，他没有办法离开，因为他已经深深的爱上了自己。然后他就在湖边一直看着自己，然后呢，他发现倒影也没有反应，他就在那边有点伤心，有点难过，憔悴。什么叫憔悴？就是你开始担心一些事情，你觉得有些事情呢没有顺着你的意去进行，你就觉得很失望，有一点憔悴，就是你会慢慢的变得很虚弱，慢慢变得很老了。如果有的人很憔悴，头发都会变白。憔悴就是你担心某件事情过度了，或者是思念某一个人过度了，
你就会变得很不健康，变得好像没有睡饱，很没有精神，憔悴，没有力气，这个叫憔悴，没有力气，没有精神的样子哦，然后他就死掉了，憔悴死了哦。好 ，OK， 那么预言家，我们一开始是不是河神问了预言家，说他儿子的命运是什么？预言家怎么说？预言家说，只要纳西瑟斯不要看到自己的长相，他就可以长寿。但是最后纳西瑟斯看到了自己，看到了倒影，所以他没有办法活得很久，他没有办法长寿。预言家的预言最终实现了。好，实现表示这个预言成真了，变成事实了，成真了。而在纳西瑟斯死去的湖边，长出了一株水仙花。好，所以以后的人就认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水仙花是纳西瑟斯变来的。所以在英文里面，水仙花这个字也有自恋者的意思，我们中文叫自恋啊，自恋者，或者叫自恋狂。你是一个自恋狂吗？自恋狂就是很爱自己的人，叫自恋狂。我是全世界最棒的男人，我是全世界最帅的男人，我是全世界最有才华的男人。这个自恋狂，你太喜欢自己了，你太爱自己了，自恋狂，对自己过度自信的人就是自恋狂啊。好，希望你不是个自恋狂啊。英文这个水仙花这个英文字啊 ，Narcissus 其实也有自恋狂的意思啊。好，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量词哦，一株花啊，或者你可以说一朵花哦，一株花也可以，或者说一朵花也可以哦。好 ，OK， 女人啊，女人也可以。应该这个自恋狂这个字用在女人身上也可以，男生女生都可以啊，男生女生都可以用自恋狂这个字啊。好，对我们有自恋狂，自恋过度，对自己过度自信，对自己太有自信了哦。好，那么这个为什么用猪啊？其实猪跟朵是差不多的，猪我们一般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专业的用法，一般口语我们用朵哦。猪这个字一般我们用在比较专业的花上面，我觉得可能猪跟水也有一点关系吧。通常我们用一株花，这株花可能通常是长在水边的我们会用株一般我们用朵，一般会用朵好，那么老师来问你们问题咯。第一个问题，请问各位同学，预言家的预言是什么？你还记得吗？预言家跟河神说了什么？他怎么说纳西瑟斯的命运呢？他的命运是什么？好，请问你们，他的命运是什么呢？老师提醒你们就是如果纳西瑟斯不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可以怎么样？好，你还记得那个词汇吗？好。我觉得我们人要适度的爱自己是好事情我们也要爱自己，但是不要过度。爱自己过度的人就会变成自恋狂。我觉得我们应该要适度的爱自己适度我们中文说适度就是用一个平衡的方式做一件事情。我们做事情或者是爱自己不要过度了，我们要适度的爱自己，但是不要过度了好，很好，不要让纳西瑟斯就是他们的孩子看到自己的脸，如果不看到自己的脸就会长寿，对不对？就会长寿。好，很棒答对了，很好。月莹说我不爱别人，我只爱自己，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很好。黑妮说不可以看到他的脸，那么纳西瑟斯就可以长寿。好，预言家说纳西瑟斯只要不看到他自己的脸，他就会长寿。答对了。很棒很棒你们都记得。
我们的这个故事内容啊。对，只要不看到他自己的脸，他就可以长寿。长寿就是活得很长啊，寿命活得很长。问题2，请问各位同学，我们刚刚知道有一位仙女叫做厄科，厄科是怎么死的呢？好，你还记得吗？仙女厄科啊，长得很漂亮，她呢向纳西瑟斯求爱，因为她爱上了英俊的纳西瑟斯，俊美的纳西瑟斯。那厄科为什么会死呢？是什么原因呢？导致了他的死亡呢？白兰说，预言家的预言是他不可以看到自己的脸，不然的话是不能长寿的。好，秋庄说，厄科是伤心而死，很好，很好。厄科被纳西瑟斯拒绝，所以他很伤心就死了，很棒啊。好，对，不要看到自己的脸。好的，你们都知道厄科得不到纳西瑟斯的爱，所以他很伤心，他是伤心而死。我们可以说导致 lead to 导致厄科的死亡啊。好，对，纳西瑟斯拒绝了他的爱，很棒啊。好，因为这个男人拒绝了他的爱，他伤心而死。好，希望各位女同学不要因为有男人拒绝了你们的求爱，然后你们就伤心过度哦，不要。天底下有太多好男人了哦，不一定要那个人不可啊。好，对，他不接受厄科的爱啊。好，问题3，请问各位同学，为什么纳西瑟斯不想离开湖边？他为什么在湖边一直停留，无法离开？为什么？而且最后憔悴而死，慢慢的失去健康，失去了力气，就死掉了。好，为什么？你们记得吗？对，现代的女人不会这么傻了哦，因为现代的女人都可以照顾自己，都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你像古代的女人，可能一定要靠男人才能够生活。现在的女人可以自己赚钱，可以自己找房子，可以自己生活，根本就不需要男人哦。所以现代的女性不会这么傻了哦。好，因为她是自恋狂，很好，因为她爱上了自己，无法离开哦。他爱上了自己湖面上的倒影，纳西瑟斯在湖面上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他爱上了自己，所以他无法离开他爱上了自己，无法离开憔悴而死，很好，实在太帅了怎么会有这种人呢？觉得自己太帅了，然后爱上自己真的是自恋狂，对不对理查老师如果看到镜子上的自己，是绝对不会爱上自己的。我还会说，哎，好丑啊，这个是谁？对，所以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而且理查老师绝对不会是一个自恋狂秀珍说我不会死，因为我的老公没有拒绝我的爱。现在靠男人是愚蠢的行为应该要靠自己，对不对？好，没想到自己这么帅，爱上了自己好的，没问题。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因为纳西瑟斯看到了自己，所以呢，预言家的预言实现了，预言家的预言实现了。好，我们中文就会说实现就是成真了。预言家的预言成真了，实现了好 OK like realized OK 好，没问题。那最后呢，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单词好，老师把它念2遍，请你想一想这些词汇是什么意思。老师就不说它的英文了，因为这边都有图片，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意思。你也可以跟理查老师念2遍预言家，预言家，长寿，长寿，我们都希望能够长寿，对不对？长寿，为之疯狂，为之疯狂。你看到喜欢的偶像，
看到 K-pop， 哇，我好爱你们哦，为之疯狂。如果你们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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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理查老师的直播课，你们会为之疯狂啊！老师要直播了，应该不会了哦。水仙花是男的，对。好，再来导致，导致，好，导致就是某一个事情导致了某一个结果啊，惩罚，惩罚 ，OK， 惩罚，倒影，倒影。好 ，OK， 那今天的词汇，请你们大家要记起来哦，这些都是常用的词汇。好，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请你呢在直播课之后留言评论，告诉老师说，老师我很喜欢今天水仙花的故事。那老师希望你们不是自恋狂，老师也希望各位女同学不要因为男人拒绝了你的求爱，你就伤心过度。然后我们做人呢，不要太过自恋，不要过度自信，我们可以适度的爱自己，但是不要过度的自信，也不要过度的自恋。好，我们明天见喽，拜拜。